我许未来是个富二代，没啥特长，就是我看上的就得是我的，比如里面那个。今日所言不过是沈某在翰林院修书撰史之余一点小小的消遣罢了。这诗魁之名呢，沈某就确实不恭了。沈桂玲，这位姑娘如此急切，莫非也是来与沈某切磋诗文的？是你个头，跟我成亲。姑娘，斯文，我这堂堂翰林院修撰，光天化日，成何体统啊！少废话，答不答应？我沈桂林万一不办事，岂能屈服于武力之下？你有本事就……试问是怎样？信不信我拆了你家祠堂？贤婿啊，不是沈翰林，你就应了吧。隔壁老李家的3个祠堂都是他小时候练手拆煤的，答应他，我出钱给你修个更大更气派的新祠堂，包工包料。娘子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松手，成亲这种小事你说了算。乖，明天就来下聘。娘子，这新房，真是别致啊！岳父大人真是豪气干云呐！别看了，内门我让管家从外面锁了，今晚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娘子说笑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岂会……少贫嘴，过来，把这第1条念一遍。第1条，凡娘子所言皆为真理，不得反驳质疑。违者罚税庭院，与狗同睡3日。继续。不得与陌生女子说笑，不得晚归不报备，银钱支出需申请，所有好友名单需报备审核，最终解释权归屈未来所有。怎么有意见啊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找大黄培养感情。完全没有，娘子深思熟虑，条理清晰，字字珠玑，此家规甚好，为父定当日日诵读，铭记于心。很好，那你睡地上吧，测测咱家的湿度。啊？怎么，你想违抗家规第1条？不敢。贤婿，坚持住啊！爹明天就给你送上鸭肉褥子来。曲德金，你再偷听，明天我就拆了你的小金库。这哪是娶妻，这分明是签了份卖身契，还是终身制。附加1条，禁止付费。沈兄，新婚燕尔，怎有空出来与我等喝酒？莫不是嫂夫人管得严？子言差矣。我沈桂林是那剧内之人吗？跟你们说，在家那是我说了算啊。听闻嫂夫人颇为飒爽啊。飒爽那是外人看来，在我面前温顺的像只小猫，我让他往东，他不干什么？不敢不把娘子放在心尖上疼。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逛街累不累？饿不饿？快坐下，想吃点什么呀？沈兄，我们还有事，你先走一步。他们就是太客气了。娘子，这醉仙楼的八宝鸭奶是一斤，我给你吃过了，就是路过。听说你在这说了算，特来听听。绝对是说了算，我说了算要一辈子对娘子好，说了算要事事以娘子为先，说了算。行了，家里炖了汤，回去喝。好，回家喝汤。娘子，那个我家祠堂看心情。沈兄，今日这出《玉堂春》听得如何？没白头溜出来吧？妙极。正所谓妻不如妾，正所谓艺术无价，偶尔陶冶情操，也是不错。娘子，好巧啊，你也来陶冶情操？陶冶一下。看了一场负心汉夜探续园子的戏，挺精彩的。娘子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就是耳朵痒，来听听响动，绝对没有干别的啊。耳朵痒，行，那我给你治治。
娘子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我回去就洗耳朵，用开水洗。看见左边那片瓦了吗？看见了。下次你再陶冶情操，我就上去把它掀了。再犯再掀，我看你沈家祠堂的瓦片够不够你翻。娘子不要啊！瓦片何故？他们风吹日晒已经不容易了，我保证我以后只听夫人唱曲儿，夫人的声音才是天籁之音，余音绕梁3日不绝啊！贤婿啊，一片瓦工钱加材料是10文钱，你这屋顶我看起码3000片瓦，要不爹出钱先给他换成铁瓦，一次掀不动，一劳永逸。记住了。哎，记住了，王兄，你且安心躺着，我沈桂林定与你同进退，共存亡。各路英雄豪情万丈，江湖儿女会一堂，风风雨雨调兵遣将，也曾羡慕读书郎。这世道胜者为王，茅草片瓦为房。谁知少年胸膛跟难掩心中锋芒。哎，娘子好剑法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歇歇。不是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惹什么事儿了？娘子此言差矣，这可是喜事儿，天大的喜事儿！你看，平安郡主府送来的赏花宴请柬，贺意指明要我前去。哦，然后呢？娘子啊，你就不担心？听说那平安郡主尚未婚配，且最是欣赏才华横溢之人，此番特意相邀是用意嘛？嘿嘿，怕是倾慕你相公的才华已久啊。有道理。就只是有道理？郡主身份尊贵，眼光确实独特哈。你也确实该好好准备一下。娘子，你去哪儿？不帮我参详一下穿哪件衣服去吗？去帮你清账。清账？清什么账？我最近也没借钱呢。沈大人，不好了！你家娘子把郡主的梁山大门给卸了，扛走了！卸了？扛走了？哎呦喂呀！我的闺女啊，你们是紫檀木包铜的，老值钱了，这下赔大了呀！你们这下嘚瑟什么才华呀？娘子啊，那个门……闭嘴！娘子，你听，是不是有什么声音啊？真会挑时候。有贼啊！娘子啊，女侠饶命，神仙饶命！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愣着干嘛？绑了送官啊！陛下，臣要弹劾沈桂林之妻曲氏。此女善妒成性，凶悍跋扈，昨日竟公然拆毁郡主别院大门，行事如同山野匪类，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败坏风气。恳请陛下下旨，命沈桂林休弃此等恶妇，以正视听。小祖宗哎，使不得呀！那是金銮殿，拆不得，跪着呢！哎呀，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！哎呦，沈爱卿，对此你有何话说？回陛下，臣确有话说。林大人所言，是晚辈不敢苟同。您说我娘子善妒，殊不知这恰是他对晚辈用情至深、爱之弥坚的表现。荒谬！诗经有云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反之，既为君子，又怎会不渴望成为淑女唯一的好逑？我娘子所求，不过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真心，此乃古之贤女亦有的风骨，何错之有？怎能以善妒误之？再说凶悍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昨日有毛贼入室，若非我娘子临危不惧，出手果断，臣家中恐已遭洗劫一空。他护的是家宅安宁，为的是相公周全，此等胆识气魄，堪称巾帼不让须眉，应以褒奖，何来责罚？至于郡主府门，那纯属误会，是那门年久失修自己掉了下来，我娘子恰好路过，怕砸到行人，才好心将其移开，暂时保管。此等热心助人之举，怎到了林大人嘴里就成了匪类行径，实在是寒了忠良之心呐。故此，臣非但不会休妻，反而要感谢苍天赐我如此一位情深意重、智勇双全的娘子。娘子与我是福星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
巧言令色。哎呀，妙呀妙呀！嘿，这死的都能说活了。嘿，贤婿，好样的啊！哎，这话得记下来，写进家训。好了好了，此事朕已知晓，不过是家务小事，不必在意，退朝吧。老伙计，老伙计，跟了我一辈子，没想到就要守不住你了呀！哎呀，哇哦，岳父大人，您这是唱哪出啊？新排的《散财童子》？贤婿啊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咱们家的货船在运河上被扣了，说是夹带私盐，北边的3间大铺子一夜之间给人砸了个稀巴烂。南边的绸缎庄最大的供货商突然就不给咱们供货了，这分明是有人要搞垮我们曲家呀！竟有此事，可这是何人所为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出手又狠又准，专挑命门的。这流动资金一断，各地的债主很快就会扑过来。老爷、姑爷，刚才又来了3波要账的，都被我暂时拦在府外，但拖不了多久了。未来知道吗？别，千万别告诉他。那丫头心自烈，要是知道有人背后下黑手，指不定直接扛着咱家大门就找上门去了。现在只是破财，让他知道了，可能就得赔上命了。岳父，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局面，查清对方是谁。贤婿啊，你可是翰林认识的大官多啊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去跟他们说道说道。钱不是问题，哦不对，现在好像是最大的问题呀。老爷，不好了！龙昌行的掌柜带着人堵在府门口，说要是今天再不给他们银票，就要砸府了。曲家怎么了？首富就能赖账了？今日不把银子结清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曲家要完了，树倒猢狲散喽！我看那曲大小姐以后还横什么横？没了钱，谁还怕她拆祠堂？都在我家吵什么？哟，曲大小姐回来了，我们还能干嘛？要债呗！你们曲家是不是没钱了？没钱就直说，把这府院抵押了也行啊。就是，以前不是挺狂的吗？现在怎么缩着当乌龟呀？谁说曲家没钱了？别动气，有我。诸位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曲家何时说过不还？倒是拿出来啊！期限未至，尔等便聚众喧哗，堵门威胁，这又是哪里的规矩？莫非是看曲家一时遇困，便觉得可以蹬鼻子上脸，肆意欺辱了？还有你们，我娘子还轮不到你们在此说三道四。我告诉你们，曲家倒不了，就算真有万一，我娘子一无所有，她还有我沈归灵，只要有我在，就轮不到你们来欺她轻贱她。要债按规则，再不放肆，就别怪我沈某人不原来支棱起来是这样府衙门口好好说道说道。哎，想当年咱家吃饭那都是山珍海味，鲍参翅肚只是寻常。哎，现在倒好，咸菜配白粥，还是最便宜的那种粗盐腌的，硌牙。哎，娘子啊，快趁热喝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咱们这就是先苦后甜。来，娘子，吃个馒头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办法。别担心，以后我养你。虽然暂时只能吃这个，跟我这穷翰林在一起，委屈娘子了。你养我，就靠你那点俸禄。我以后不喝酒，不听曲，不买新扇子，俸禄都给你。虽然可能吃够买馒头。难吃，但饿不死就行。贤婿啊，未来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他居然没掀桌子。哎，娘子你等着，我去看看厨房还有没有糖，蘸点糖吃就不苦了。未来呀，要不尝尝咸菜，也挺下饭的。
看什么看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知道你想的是为我好，可你不知道不好看，哭起来的样子不好看，所以别哭了。算了，想哭就哭吧，这里没人看见。列祖列宗看见也没事啊，他们应该能理解。黄老板，听闻您近日与临街李掌柜有些货款纠纷，拖了有小半年了吧？哎，可不是嘛，那老赖死活不认账，官司又打不起，耗着呗。若是有人能替您将这笔钱要回来，只收30%作为酬劳，您意下如何？你沈桂玲，你不是只会？吟诗作对是风雅，谈判协理是本职。王老板若不信，立下字据，钱到手您再付酬劳，如何？各路英雄豪情万丈，江湖儿女会一堂，风风雨雨调兵遣将，也曾羡慕读书郎。这世道胜者为王，茅草片瓦为房。谁知少年胸膛，更难掩心中锋芒。从不求岳父，这是王老板货款的30%，收好。哎呀，贤婿呀，我就好你这口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就喜欢你这张嘴。下一家，岳父，钱。贤婿啊，慢点花，这可是咱家最后一点活钱了啊！爹的心头肉啊！岳父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不先垫付些茶水钱润笔费，如何取信于人？难道您真想看着未来天天啃馒头？嘿，为了我闺女拼了！这位掌柜，方才偶闻阁下似乎遇到了些许麻烦，在下不才，或可为您剖析一二。娘子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是东街那家的桂花糖糕，排了好久的队，快尝尝。娘子在写什么？给你的。娘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自由了。这是家里最后一点钱了，沈桂莲，你走吧，别再跟着我们了。我不走，谁让你给的自由？谁觉得是耗着了？去未来，你把我沈桂林当什么人？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天塌下来得一起扛着。一起扛？你拿什么扛？就凭你那点俸禄，还是我爹那个连祖宅都快压出去的破钱箱子？沈桂林，你醒醒吧，我们完了，全家完了，你听不懂吗？沈家祠堂我给你修好了，以后你不用再怕了。我不怕，我从来没怕过，我怕的是你不在。我知道你想的是为我好，可你不未来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沈桂莲，就这样吧，我娶未来从不拖累人，尤其是你。走吧，爹。未来，爹知道你是舍不得他的，难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心里得多疼啊！走了，对他才好。起来！你来干什么？回力术已经给你了。没有合力，我不是。去晚来，没有你，我巧舌如簧说给谁听？我是不是祠堂给谁看？下面了怕什么？我还有这张嘴，还有这双手，我还能写状纸，我还能去说理，我能去赚钱。你差加10次我就修11次，你差100次我就修101次。我不准你走，我不准。回来，你别走，行不行？娘嘞，100多次，那得多少钱呢？丫头啊，爹这辈子最得意的不是挣下这万贯家财，而是养了你这么个重情重义，宁肯自己疼也不愿拖累人的傻闺女。桂林啊，爹以前总觉得你滑头靠不住，可刚才爹信了你的真心。未来啊，爹老了，跑不动了，也不想跑了。人家小子，我把我这傻闺女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可就交给你了，是福是祸，咱们一家人一起扛。你刚才说的修101次算数吗？
三叔，当然三叔，只要你在，1000次10000次我都消。归零于此，未来世。找到了，岳父，您看这里，连续3个月，这批从江南采买的生丝报价都比市场高出3成，但最终入库的斤两却对不上。账做得很漂亮，但这经手人都是龙昌浩介绍的。龙昌浩是那个最先来逼债的王八蛋，怪不得我说怎么资金链断得这么快，原来是内外勾结，掏空我曲家。龙昌浩看来不只是逼债这么简单。不止，杨子你看，货船被扣的码头，被砸的铺面，还有这龙昌浩的总铺，都在曹帮的地盘上。若无人背后撑腰，龙昌浩绝不敢如此明目张胆，也没这个能力多方下手。幕后之人必定是能同时驱使龙昌浩和曹帮的人，其目的恐怕不只是搞垮屈家这么简单。是谁？抓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？硬闯曹帮不妥，得让他们自己跳出来。岳父，您库房里可还有什么压箱底值钱却又不起眼的老物件？有一尊前朝的御马，看着灰扑扑的，但懂行的知道是宝贝。好，您立刻放出风声，说屈家山穷水尽，不得已要变卖祖传之宝渡过难关，价高者得。龙昌浩那姓钱的贪得无厌，必定是想趁机低价吞了这些宝贝。你想引蛇出洞？对，他吃不下这么多现银，必会动用在曹帮私设的银库。娘子，你我知道该怎么做，只要找到地方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爹这就去办。屈家到底还是垮了，这宝贝如今是我的了。等那边彻底吞了屈家产业，少不了咱们的好处啊。去开银库提现银，把钱给那边送过去。是掌柜的。谁？贤婿呀，这都3更天了，未来他一个人不会有事儿吧？要不咱报官吧？啊！岳父放心，未来自有分寸。现在报官打草惊蛇，反而坏事。我们要等他们自己把证据送到我们手上。想活命就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们针对曲家？还有龙昌浩的钱都送到了哪里？是，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赵坤，竟然是他！我这个伪君子！岳父，未来你们看好他，我这就去督察院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娘子好身手，拳风烈烈，英姿飒爽，看得圣公心潮澎湃，敬佩之情犹如滔滔江水。好嘞，我闺女就是厉害，这回要不是你，咱家可就真完了。贤婿啊，这次也多亏了你足智多谋，和未来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真是我们曲家的大功臣呐。岳父大人过奖了，小婿只是略尽绵力，主要还是娘子。功劳就是功劳，论功行赏是应该的。贤婿，你看呐，如今家业也稳了未来呢，性子是好了点，但有时候难免专注练武可能顾不上你。爹琢磨着，要不然给你纳一封妾室，找个温柔小意的，知冷知热的，也好伺候你让你专心仕途。给你那个书童对，书童，男的帮你磨磨铺纸，让你专心读书上进男人嘛，要以事业为重，怎么能沉溺于儿女情长呢？贤婿，你说对吧？这哪是纳妾呀，这是要纳命了。贤婿啊，你看这好几家诗会文社的请柬都委婉地表示说您公务繁忙，就不岳父何必苦恼，他们不懂，这不明摆着觉得你惧内看不起你吗？非也，我这不叫惧内，我这叫尊重，是爱护，是情深似海的具体表现。古语有云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，我连娘子都敬重爱护不了，何以报效朝廷，服务百姓？娘子之言乃金玉良言，娘子之意乃我一之所向，此乃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说人话。怕你拆色糖，知道就好。岳父瞧见没，这叫闺房情趣，他们不懂。够。贤婿呀，说起来真是缘分想想当初未来当街把你给娶了，
你那小模样，又吓得哟。那是他识相。是。当时你那表情，哎呦喂，跟见了鬼似的，脸色惨白，腿肚子哆嗦，没眼睛。你当时真吓成那样？那是自然。娘子，你当时英姿飒爽，气势迫人，如同天神下凡。天神？他明明提前。提前什么？于学府他喝多了，胡言乱语。我没喝多。贤婿啊，事到如今你就招了吧，反正生米都煮成爆米花了，他早就看上你了。哎呀，诗会那天呀，他是打听到你要路过，故意在那儿哄骗才停的。别说了。还有啊，他早就知道你脾气不好，那什么拆祠堂的威胁，他早就跟我分析了，说你这人啊，什么吃软不吃硬，只要他装得够可怜，你肯定舍不得真拆。我给你说呀，就连我跳出来劝说，都是他提前塞了我一锭银子，让我找准时机出来打戏的。所以沈桂林，不是我强娶了你，是你处心积虑的算计我跳进你这个坑里的。娘子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解释啊，这不能叫算计，这叫战略性争取幸福。战略性争取，连我爹都收买了，演技不错啊，沈桂林。当时腿哆嗦的跟真的一样，真情流露，绝对真情流露。主要是娘子你气场太强，我那是本能反应，话本没这一条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他话本里只写了脸色惨白和语言争吵啰嗦，是附赠的，超常发挥。岳父，你这嘴是借来的着急还吗？少说点吧。行，骗到我头上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的内饰战略和话本都实践一遍，先从拆祠堂开始。娘子饶命，祠堂拆不得，那以后还得传给咱儿子的。我骗你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用一颗真心来骗的。爹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爹去看看隔壁王寡妇生了没。少废话，银子呢？什么银子啊？闺女，你说啥呢？爹听不懂。沈桂林给的银子。许多金。我说呀，这都5岁了，连爹娘外公都不会叫，光会拆我书房门栓，这正常吗？未来呀，你5岁的时候，这话多的跟路边的狗都能聊起来。我怎么知道？大夫瞧了，说嗓子没事儿；神婆看了，说魂儿奇缺。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根据古籍《育儿新鉴》与我的观察，一位并非不能言，而是不欲言。此子心性沉静，或许他觉得我等言语皆属无用之造，不屑于附和。少人话。他可能嫌我们吵，懒得搭理。那还不好办，饿他2顿，保准哭爹喊娘。你敢？那李佑啊，我出10两啊不，50两金子，只要他开口，金锭子立马送上。重赏之下必有生福。此法是快不合适，倒不如我每日为他诵读2个时辰经典，沐浴圣贤之道，耳濡目染，必能开窍。得了吧，你念《论语》他睡觉，你读《诗经》他扣墙，你那套知乎者也，对他还不如那大黄有吸引力。一位来看娘亲，叫娘亲好不好？一位请为父念啊。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乖孙呐，瞧瞧外公手里是什么？甜滋滋，香喷喷，叫一声外公，全是你的。闪因为你信不信老娘？娘子使不得，那也是咱家的呀。祠堂。儿啊，你第一句不应该是爹爹娘亲吗？哪怕是范范也行啊。子曰：“我独子。”